进来。徐律师，肖律师到了。1小时之后，老对方。不好意思，肖律师，让你久等了。坐。简历给您。嗯。肖律师的工作经历还是挺丰富的啊，但是我看你做专职律师还不到半年啊。嗯，是的。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因为在金港，金富和德智算得上最顶尖的律所，我想大部分求职的律师都会想来这儿吧。也对。就像你说的，不是还有德智吗？为什么先选我们这儿？简历我都有投，是咱们所先让我来面试的。我喜欢你的诚实，还有耿直。肖律师，我问句题外话啊，你觉得全金港最优秀的律师是谁呀？乔兆廷啊。你应聘全金港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你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说服我同意你入职？因为，在你心中，全金港最优秀的律师甚至不是我们所的哦。虽然最优秀的律师不在这儿，但是金富无论从人员配置、业务水平、社会资源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律所。可我们这里没有乔兆廷哦。你要不要再去德智那边了解一下？明白了，谢谢薛律师。太有个性，干不了我们这一行哦。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坐。薛律师，有句话呢，不知道当不当讲。说。如果你们愿意拿出一个合伙人的位置作为奖励，5年之内，全金港最好的律师一定是咱们金富所的。你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吗？也不一定是我，也许是薛律师您呢。但总之，不会还是乔少廷。有点意思。都已经弄好了。我这布置样本间的功夫，手上的案子赶紧弄。案子也已经弄完了，这有个案子马上要开庭了，赶紧准备。最近的庭应该是今天上午，对方提了管辖异议，那就准备答辩啊。您手里拿的就是我写的答辩状，请您过目。行，我知道了，我会看的。出去吧。之前没怎么见过你，
你所里新招来的吗？怎么称呼？我叫肖珍。乔律师，您回来了。哎呀，兄弟，你可算是出来了。对不住啊，我上午在律协有个会，后来肖律提出来了，正好他不是接收你的案子。我身上很脏。咱兄弟俩还在意这个呀？哎，你就直接过来了，没回家看看？我过来看看状况。这段时间肯定发生了不少事儿。哎，不急这一半天的，着什么急啊？王伯李小坤的案子，我听说现在是宏图在办。啊，对，宏图办的，我觉得还挺尽心的。你还不知道吧？王博、李小坤没再提出上诉，说白了，这结果他俩也认。他俩可能是觉得，就算不认，也没有翻案的希望。少鼎，不是我说你，非要去招惹邝北平，弄成现在这样，我怎么惹他了？你别给我装傻。就是被害人朱红的岳父，你让邹亮去调查财务状况那个严培旭，他是邝北平在兵团的战友，这事儿你明明知道啊。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损失了一个邹亮，你自己也被羁押调查，好不容易出来了，就别再耿耿于怀了，让这事儿翻篇吧，好不好？那案子该走死刑复核了。说，钱到底还不还？没钱，我没钱。你让宏图把那案卷给我看看，回头你让他把卷放到我办公室。你都撞了南墙了，还不死心？你还不知道，你被羁押之后，你的律师执业证被扣了。上个月咱们所要年检，咱们是合伙所，你不在就缺合伙人，就审不过。我跟韩律师商量，就把宏图补充成合伙人了，所以那就说那个办公室现在是洪律师的办公室。先这么安排。你东西都没动，全在那屋呢。等有时间了，咱们再重新规划一下所里的布局。没事儿，我反正也不怎么用那个屋，而且本来我就打算从咱们所退伙的。你什么意思啊？公安抓走我那天早上，我见过邝北平。我可以离开德智所。对，也许你说的对，该翻篇了。最近你不在，外面发生很多事儿，确实我有点手忙脚乱，有些权宜之计你别往心里头去。这么多年兄弟，我不会亏待你。趁这段时间好好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好吗？行，我先捯饬捯饬，回头再聊。谢了，兄弟。哦，对了，贸易出口银行那案子后来，那天你没有按时出庭，合议庭也是不开面，就给按自动撤诉处理了。诉讼费得扣一半吧？我记得那案子的标的是18个亿，诉讼费好像交了900多万。904.180万。因为你那天的意外，导致客户损失了450万左右的诉讼费。那咱们的职业责任保险够赔的吗？赔上了，但是上限是200万。剩下的呢？当然所里赔上了，还真能让人家找咱们所要无限连带责任呢。不过后来，这案子韩律师接了，办得还不错，客户很满意，也给咱打了折，最后所里只赔了200万。给大家添麻烦了，因为接受调查，
我的银行卡被临时冻结了。等到解冻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把钱都交还给所里。少卿，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见外，不着急？进。主任，明月阁的案子我现在就去开庭了。哦，哎对，乔律师，你们都自我介绍过了吧？咱们所的王牌，金港律师的标杆，以后你就多跟着他多学。嗯。去吧。嗯。乔律师啊，你要没地儿去，上屋里待会儿。哦，谢了，我还有事儿。乔律师，打扰您一下，我现在要去给闽月阁9楼开庭。这个案子我接手之后，我仔细的看了案卷，也和客户沟通过了，应该没什么太复杂的情况。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我的？你看着挺年轻的，拿红本多久了？半年多了，出过几次庭7次，5次民庭，1次刑庭，还有1次劳动仲裁。单独出庭几次2次都是民庭。这案子确实不复杂。哦，对了，洪律师手上办那刑案，你参与了吗？没有，好像那个案子已经到死刑复核阶段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您一起办案子。行，等有机会了吧。咱们这边收费都是计时的。当时我知道您临时有情况把车扔这儿了好些天，这样就按最低20一天算您。您把这些天的停车费啊给结一下。你看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微信、支付宝都行。我这在线支付宝的银行卡被暂时冻结了，你再容我几天。那么多车在等着，你先放我出去吗？我这也没办法呀。你先不好意思，忘给您交停车费了，多少钱？不是你，咱们这边一共740，扫这个码就行。其实3点钟才开庭，时间还早，您不用刻意送我，我坐地铁过去也是可以的。你刚才也不必帮我，谢谢你的好意。都是事务所的同事，我就是帮您垫一下，您不会不还我了吧？哎，唐叔，我出来了，我要不要回家一趟呢？今天是谁接阿祖呢？哦，我就是特别的想看看他。我明白，我明白。那咱们就还是老地方，晚上见。好。你刚说什么？啊？怕我不还你钱是吧？哼，开个玩笑。像你这样的所里的公资律师，税后到手的工资应该也就是5、6千块钱吧？嗯。你住家里呢，还是在外边租房呢？我和一个朋友合租。那是1个月的房租大概是2000块钱，所里的交通通讯补助，1个月是300块钱，700块钱说电就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就是到法院吗？向阳法院旁边有个麦当劳，您知道吗？知道。时间还早，我去那儿买杯咖啡。麦当劳的咖啡。嗯。挺好。喂，小李啊，我是……哎，乔哥，这阵子联系不上你，
没出什么事儿吧？哦，不好意思啊，我这前段时间发生了一点小状况，就是我这门打不开了，这怎么回事啊？嗨，您那不是该交这个季度房租了吗？房东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您，这房东有点不高兴，就把锁给换了。行，我知道了。你应该贷了有些年限吧？对，差不多5年零3个月。那先生，您今天发票带了吗？发票？这个表是当时在婚礼上我拿钻戒跟我老婆换的，他没给我发票。那估计您不会绝当了，我估计您很快就会把它赎回去。对，就是周转一下，很快。这个表的原价在3万5。那根据您目前的这个成色、这个状况啊，我给您3折。哎，肖律师，你还在麦当劳吗？路边等着我，我这就到。来740，谢了。乔律师，您不必这样。欠个1天半天的是钱，欠时间长了就是人情了。我不喜欢欠人情。现在还有时间吗？聊聊闽月阁的案子。好。原告葛平是咱们委托人闽月阁酒楼聘用的洗碗工，下班后在自家酒楼门口被自家的采购车撞成了重伤。我记得葛平伤得挺重的。对，光肋骨就撞断了19根。根据对方庭前提交的伤残鉴定呢，葛平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伤残鉴定符合标准吗？轻度智力缺损和智力障碍、活动能力受限、右耳重度听觉障碍、骨盆倾斜、脊柱损伤致颈部活动角度部分丧失，任何一项不够。他们自家的货车在自己经营的场所撞伤了自己的员工，这既是交通事故，也属于工伤，涉及竞合问题吗？对方没提，是按照损害赔偿诉的咱们。肖律师，我能不能旁听一下？求之不得。少廷，你还不如跟我一起中饭呢。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来观摩学习啊。什么大案子值得咱们乔大律师亲自旁听啊？你们认识？肖律师，之前来我们所应聘过。这么优秀的年轻律师，竟然没有得到你们所的留用？乔律师吧？哎呦，我今天见到偶像了！我是薛律师的助理，我叫高维，现在还是实习律师，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能见到您本人。您本人看上去还真是更什么？干咱们这一行的，祸从口出，慎言哦。哎，少林，我发小的那个，考了资格证书就到所里来实习，我就带他呗。别解释。会打圆场，还挺招人疼的。听说你被海港公安拘留调查了很长时间，怎么回事啊？
你跟着我那会儿，我是怎么教你的？做刑事案件代理，务必要小心谨慎。你呀，就是学不会守规矩。我之前说了，那案子我可以不要了，我甚至可以退伙离开德之所。那你还来法院干什么？年轻人做人不要太虚伪。主任，看来曾院长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选派实习律师到法院，从事审判辅助工作的计划。别的不说啊，这么做确实有利于增加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长远上来看，也能给律师创造出更好的职业环境。这件事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真想有实质性的推动，还要等我在律协说了算才行。您只要一出山，这一届的律协竞选，那还不就是走走过程？那可不好说。张正在诉讼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影响力不可小觑。乔儿子，您刚才那模样你也看见了，随便一出手，都是他们这个层面不够看的。你是在暗示乔少廷被公安调查，是我在背后操纵的？当然不是，主任。少廷办案一向爱出格，这是他自找的。乔少廷，公安是把他放了，可他闹出这么大事儿，他这个律师还能继续干下去吗？这件事部里局里可以不管，但律协也没有反对。律协作为一个律师行业的自律组织，他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你看一下笔录，先在这儿签个字。你怎么跟这儿呢？不上去？说吧，什么事儿？没有，没事。我这人真挺没劲的，对吧？总是伤害了身边的人还不自知。你在里面是不是遭挺多罪的？我看他们连家人都不让探视。哪儿那么夸张啊？那是看守所，又不是渣滓洞。你老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好面子死扛。我现在洗心革面了，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我，特通透。没看我都没陪你喝酒吗？什么意思？我其实呢就不喜欢喝酒，之前陪你喝酒呢是为了让你开心。我现在想想，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啊！我就是不喜欢喝酒，我为什么还要陪你喝呀？那你一直都可以明说啊。好面子死扛呗。哎呀，不扛了，真的觉得有点累了。离婚协议签好了吗？没带。我是觉得啊，你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离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虑了。离婚这事儿是我出事之前我们就商量好的。
不算你落井下石。明白。你的文件在看守所的时候寄到家里了，以后你跟你身边那些人都说一下，像这样的文件不要再往我那儿寄了。离婚协议我签好了呢，会寄到你事务所啊。你有功夫就多来看看阿祖。你今天见上小赵婷啦？这人怎么样？帅不帅？我见到那个版本呢，有点落魄，70分吧。不过梳洗打扮之后，有65分。我看你回来就闷闷不乐的，还以为这人见光死不及格呢。哎，我今天啊和他最亲密的接触，是他请我吃了个这么大的肉饼。来，友情提示啊，肉的好吃。左边这个。人还是很 nice 的，就是有点丧。冷淡风，我喜欢。他今天旁听我开了个庭，不过当着他的面啊，把案子办砸了。我这个案子是不是算办砸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可是我居然漏看了事故车辆的基本信息。乔律师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一下？我没想到你会漏看啊，也就是说，我以为在案情上你不会有什么失误的。是证据本身就有瑕疵，还是你出错了？都有。证据本身有硬伤，他也说了，无论我有没有疏忽，证据的硬伤都对抗不了。被告全安保险公司对刚才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确认的赔偿金额有异议吗？经公司调查，我们发现，该事故车辆，也就是车牌为港 GN9935的厢型小货车，应于去年的8月份验车。依照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投保书和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全安公司对于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应承担赔付的金额不予理赔。恕我直言啊，廖律师，我们这个行业啊，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必须实现精密、严谨、高效的逻辑闭环。客户对我们出钱购买的是容错率为0的法律技术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事后去向客户寻求谅解。是的，你看看我，就是最典型的反面参照。但是现在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那乔大律师就没像人生导师那样指点指点你？不过今天我似乎知道了，如果这个案子换做他会怎么做？不过这次客户应该察觉不出来你会有什么失误。为什么你觉得客户察觉不出来？是按肇事车辆逾期未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涉及到保险赔付，就一定会被拿出来抗辩。如果肇事车辆未年检和这个案子的事故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我可以主张保险公司的免赔条款是显示公平的。我不认为合议庭会对一个合法的民事协议所确立的法律关系进行拆分，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种抗辩很难成立。那我们还可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其履行理赔义务。如果一个案子的审理是要以另一个案子的结果为前提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程序是可以被终止的。不管结果如何，客户会知道我们穷尽手段了。话倒是没错。您觉得我不该这么想吗？没什么该不该。你是在维护委托人的权益。您觉得我是在绞速、浪费审判资源？我们都非常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呢，我们也都很清楚。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
还要咖啡？喝点别的。白兰地。老样子，不加冰。你可真行，当着太太的面故意不喝，把人气跑了，跑到这儿来一个人喝闷酒。任何一个在看守所待了这么久的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权利。为了见太太，特意剪发、洗漱，还换了身衣裳。那没准我是怕衣冠不整被这家店给轰出去呢。老板结账。嗯。你太太来之前，你衣服的袖子是挽上去的。她进来的时候，你又把它放下来。你是怕她看见你手上没有戴结婚时她送你的那块表。其实你很在意的。她也在乎我。除了她和我爹，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在乎我的人了。别这么悲观。我也很在乎你。对。还有咱们德智所的全体同仁，都挺在乎我。你出事当天，我想请人斡旋一下，张正特意给我打电话，叫我和我父亲不要干预。宽和我认识张正的主意，他大概是怕我耽误他竞选理事会长。恐怕他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是怕你出来以后继续干更多出格的事情，所以你看，还是我更在乎你一些。王伯林小芬那个案子，被害人周红的尸体还没找到，我让周亮帮我去查周红他们家的财产情况。周亮居然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张正，还有我们所。你是没睡啊，还是醒了？一个朱红不知道死没死的问，一个周亮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让我怎么睡？我刚刚得到消息，估计几个小时后也会正式通知你。律协接到投诉，说你通过邹亮违法调取银行单据，侵害他人隐私，你的执业证被暂扣了。律协会对你进行听证。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意外？